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宇宙有时候会用一种，可以说是非常残酷的方式，直接告诉你你错了。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只花了1.7秒，就把一整排物理学家可能几十年的心血，直接判了死刑的故事。对，而且这个判决的尺度真的非常惊人。这1.7秒的差距，它是一趟长达1.3亿年宇宙旅程的终点，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什么误差，更像是宇宙亲自画下的一道红线。没错，所以今天我们不只是要回顾一则科学新闻哦，我们要跟着你一起走进物理学家的思考路径，从这个微不足道的1.7秒出发，来理解为什么一个好的物理理论，关键不是它有多复杂、多花俏，而是在于它到底有没有一个坚实的结构。确实是这样，这个观测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强迫所有试图挑战爱因斯坦的理论，都必须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宇宙最底层的运作规则遵循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它等于是为未来的探索设下了一道极为严格的门槛。好的，那我们就来解开这个谜题。首先我带你回到1.3亿光年之外，想象一下那个场景，有2颗密度极高、质量比我们太阳还大的中子星，像陀螺一样疯狂的高速互绕，然后越转越快，最后猛烈的撞击在一起。光是想象那个画面就让人头皮发麻。在撞击的那一瞬间，时空本身被剧烈的扭曲拉扯，就好像你在一个平静的湖面突然丢下一颗巨石，产生了一道涟漪。那道涟漪就是重力波。这里有个很关键的概念要先理清一下，重力波它不是像光那样穿过空间的讯号，那它是什么？它更像是空间本身的逗动。我懂了。如果把宇宙想象成一张很大很有弹性的网，那光就像是在这张网上爬行的昆虫，而重力波是这张网本身在逗动。这个比喻非常好。然后呢，在2017年，地球上的仪器，人类第一次听到了这场来自1.3亿光年外的宇宙逗动。但真正让所有物理学家屏住呼吸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太空望远镜也看到了一道伽马射线的闪光。所以是来自同一个事件的2个信号，一个是时空本身的震动，另一个是我们熟悉的光。他们俩就像是宇宙级的赛跑选手，一起跑了1.3亿年，结果抵达终点的时间只差了1.7秒。没错，这就是整个故事的核心。在物理学家眼中，宇宙等于是给了我们一把前所未有的超长基线码表。超长基线码表这个词很有意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在地球上的实验室测量2个东西的速度，那个跑道太短了啦，就算有微小的速度差异，也很容易被当成测量误差，就忽略掉了。完全正确。但是当跑道长达1.3亿光年的时候，任何一丁点的速度差异都会被这个巨大的距离极度地放大，最后在终点线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时间差，你再也无法含糊带过了。所以这个观测其实就是在问一个非常纯粹也非常致命的问题：重力波的传播速度是否真的和光速一模一样？好，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尺度。1.3亿年，我查了一下，换算成秒大概是4000兆秒。在一场跑了4000兆秒的超级马拉松里，只差1.7秒，这听起来已经不是差不多了吧？根本就是完全一样啊！这就是它残酷的地方。你说的没错，在这样的尺度下，差不多跟完全一样是2回事。资料里有个很棒的比喻，如果重力波的速度只比光速慢了那么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大概是光速的1000兆分之一。1000兆分之一，这在任何实验室里都测不出来吧？绝对测不出来。但是在跑完1.3亿光年之后，这个微小的差异累积起来，会让重力波比光慢了将近10年才到。10年？不是1.7秒？对，10年。所以1.7秒这个结果反过来告诉我们一件事：
重力波的速度被死死地锁在一个极度狭窄的范围内，它跟光速的差距小于千万兆分之一。哇，这几乎就等于宣告了两者的速度相同。所以这就像一把刀。过去有很多修正广义相对论的理论，为了引入一些新东西，常常会产生一个小小的副作用，就是让重力波的速度产生微小的偏离。以前科学家还可以辩解说，哦，这个偏差太小了，我们的仪器观测不到了。你躲不掉。任何会导致速度差异的理论，不管它包装的多么精美，在这个观测结果面前，都得被一刀切掉。等等，这里有个问题，我想你可能也会想到，我们怎么确定光和重力波真的是在同一时间鸣枪起跑的？如果它们出发时间本来就有差距，那这1.7秒不就没有意义了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而且这也正是这个结果更残酷的地方。你想想看，重力波是时空本身的几何振动，对不对？对，它是在两颗中子星合并撞击的那一瞬间，就几乎立刻产生并且辐射出去的。像石头丢进水里，涟漪是立刻就散开的。没错，但是光，也就是我们观测到的那道伽马射线，它的产生机制要复杂得多了。它通常不是在撞击的瞬间就发亮的，而是来自撞击之后那些被高速喷发出来的物质和能量，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物理过程才形成的。这个过程本身可能需要几秒钟，甚至更久。我懂了，所以伽马射线这位选手很可能是晚了好几秒才起跑的。对，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终点观测到的1.7秒差距，很可能大部分甚至是全部都只是起跑时间差，而不是路上的速度差。哇，如果我们把这点考虑进去，那结论就更可怕了耶。如果光是晚了1.6秒才出发，最后却只差了1.7秒，那代表在长达1.3亿年的旅途上，两者的速度差距可能只有0.1秒，甚至根本完全一样。正是如此，所以1.7秒不是一个宽松的误差范围，它是一个严格的上限。这等于是设下了一道铁闸门，任何新的重力理论都必须先证明自己能保证重力波速度等于光速，否则连进场比赛的资格都没有。哇，所以这道铁闸门比我们一开始想象的还要窄，这就带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咯。既然一次又一次的观测都证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准得可怕，那物理学家们为什么还这么执着，非得要改写它不可？它到底有什么问题？这个问题非常核心，这不是因为物理学家喜欢标新立异了，而是因为广义相对论虽然是一张极其精美、几乎完美的宇宙地图，但在几个最关键的地方却被涂上了几块神秘的墨字，让我们完全看不清楚那里到底画了什么。像侦探小说一样，几个悬而未解的谜团。你可以这么想，第一块墨字叫做暗能量。我们观测到我们的宇宙不只是在膨胀，而且是在加速膨胀。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对，这完全出乎意料。广义相对论的原始方程式无法解释。目前我们的做法是在方程式里硬塞一个叫做宇宙常数的东西。但说穿了，那就像是在地图上贴了一张贴纸，写着这里有龙，而不是真正画出那条龙的样子。就是把晚题命名，然后把它盖起来而已。那第二块墨字呢？第二块墨字是暗物质。我们观测星系旋转的时候，发现它们转得太快了。根据我们看得到的恒星和气子来计算引力，根本不足以抓住这些星系，它们早就该分崩离析了。所以这究竟是由我们看不见的神秘物质提供了额外的引力，还是说我们对大尺度下的引力定律理解的根本不完整？这两条路都有人在走，但都还没有决定性的答案。这听起来就像是你看到一辆车在转弯时速度快得不合理，你要么假设车里藏了很重的东西增加了抓地力，要么就得怀疑你的物理定律在高速转弯时根本不适用。这个比喻很贴切。而第三块墨字也是最根本的，是理论本身的裂缝起点。在黑洞的中心以及宇宙大炮霹雳的那个瞬间，广义相对论的数学会完全崩溃。
它会给你无限大的密度、无限大的曲率。无限大。对，在物理学上，当你的理论跑出无限大，这通常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警报。它暗示这个理论在这里已经失效了，它可能只是一个在特定能量范围内好用的有效理论，而不是终极真理。所以物理学家想做的是找到一种更底层的语言来抹掉这些墨子，把暗能量、暗物质甚至量子力学都统一在一个更宏大的框架里。是的，但现在任何这样的尝试都必须先通过那个宇宙节拍器的考验。你做的任何修改都绝不能破坏重力波与光同速这个铁律。这就是为什么做理论物理有时候很折磨人。你手上有一套近乎完美的工具，但就是这几个小地方让你晚上睡不着觉。好，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淘汰机制啊。所以 1.7 秒这把刀砍掉的不是所有的新理论，而是一种特定的做法。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这里的区别非常重要。它淘汰的是一种我称之为靠运气的改写的方法，也就是说，缺乏内在结构性保证的方法。最典型的例子叫做微调 （fine tuning），微调听起来像是在调整音响的旋钮。有点像，但后果更严重。比方说，你在你的新理论中，为了解释暗能量，加入了一个新的场或新的交互作用，结果你计算后发现，糟糕，这个新东西的副作用是让重力波的速度跑掉了。哦，为了不让你的理论立刻被淘汰，你只好再把某个参数手动调整到一个极其精确、极其不自然的数值。比方说0.000后面有30个零，再加个1，让速度刚好又回到跟光速一样。等一下，这听起来像是在作弊啊！为了让答案正确而去修改题目中的数字，物理学家真的会这么做吗？这感觉很不科学啊！这是个很好的质疑。这么做当然会让物理学家感到很不舒服，因为这种靠微调达成的精细平衡通常非常脆弱。脆弱？对，宇宙的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旦能量改变、尺度改变，那个脆弱的平衡很可能就瞬间崩溃了。这就像你把一根针立在针尖上，理论上可以，但现实中，一阵微风就倒了。一个好的理论不该是这样。我懂了，它缺乏稳固性。另一种类似的做法可以称为补丁式的机制，就像一艘漏水的船，这里破了个洞，你就拿块木板钉上，那里又渗水了，你再补一块，最后整艘船虽然还能浮着，但它没有一个整体的根本的龙骨结构来保证它的稳固。嗯哼。而这次的观测传达的讯息非常冷酷，你不只要解释为什么在我们观测的今天速度是对的，你要能解释为什么在宇宙长达100多亿年的演化史中，它一直都对。所以这个观测结果就逼着科学家们必须放弃这种投机取巧、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做法，而是去寻找更根本的原理，例如对称性或几何结构，来保证这件事不得不对，而不是碰巧对了。完全正确。这就是我们说的被淘汰的是一种做法，一种缺乏远见的研究品味。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有结构性保证的理论。那么剩下的路该怎么走？像是这次你分享的资料中提到的 PTQ 理论，它又是如何应对这个严苛挑战的？ PTQ 理论的出发点其实非常的克制，它不把速度要对这件事当成一个理论完成后需要事后修补的问题，而是当成一个从一开始就必须自动成立的内建结果。自动成立要怎么做到？在物理学中，当你希望某个性质永远成立，坚不可摧时，最好的方法不是靠调整数字去硬凑，而是用对称性去锁死它。PTQ 的做法就是假设我们能观测到的重力现象，只是某个更庞大理论中符合特定对称性条件的一个严格子集。这听起来有点抽象，可以再说的具体一点吗？当然，我用一个比喻好了，想象我们其实是活在一个3维物体的2维影子上，
我们观测到了这个世界，只是更高维度现实的一个投影。投影。对，我们看不到那个三维物体的全部，但我们看到的这个影子本身是有它自己的几何规则的。PDQ 理论就认为，我们能观测到的物理量就像是那个影子，它们必须符合某些严格的对称规则，而这些规则就自动保证了重力波和光速的一致性。啊，我好像有点懂了。所以差别在于，主流的很多做法是先大胆的把各种新东西加进来，再头痛的想办法控制它们的副作用。而 PTQ 的做法是先严格规定好我们能看到的影子必须长什么样子，再让理论在这个结构限制内自然的生长。你总结得非常好，在 PTQ 这样的框架下，重力波的速度不是被调整到正确的数值，而是从一开始就被那个内在的对称性锁死在正确的数值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克制的力量，也是结构的体现。所以，我们从1.7秒这个微小的数字出发，绕了一大圈，最终得到了一个所有未来重力理论都必须遵守的生存条件。它关上了一扇门，但也同时打开了另一扇门。是的，它几乎完全关上了那扇靠参数微调来碰运气的门。你再也不能靠着把某的数字调到小数点后第15位来侥幸过关。宇宙给你的不是一个宽松的误差范围，而是一道冰冷的铁闸门。但它打开了通往结构的大门。正是如此，它逼使整个物理学界去更严肃的思考，究竟是哪一种更深层的对称性，或是哪一种更基本的几何选择，能让宇宙的节拍器运作得如此精准？这才是更有价值、更能引导我们走向下一个典范的问题。而像 PTQ 这样的理论所之以重要，不在于它现在有多么奇特，或是否最终正确，而在于它正面回应了这个时代最严苛的实验要求，在不破坏宇宙节拍器的前提下，提出一个可以被否证的有结构的新方案。这就回到了科学最根本的精神。一个强大的理论，不是因为它宣称能解释一切，而是因为它敢于画下红线，清楚地告诉你它的弱点在哪里。没错。他敢于留下一个清晰的靶子，勇敢地对着整个世界说：“来这里挑战我，如果你发现了什么，就能证明我错。”一个真正有结构的理论会主动预测出一些只会在狭窄窗口内出现的新效应，让实验可以去精准的验证。这就是科学的可否证性，也是它前进的方式。好了，今天这趟思考之旅，我们看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观测数据，如何像一把锋利的刀，切开了理论物理学的迷雾。为未来的探索划定了疆界，也指明了方向。而这一切都始于那1.3亿光年外传来的仅仅1.7秒的宇宙回音。所以今天你只要记住1.7秒就够了。但更重要的是去思考，它代表的不只是一个数字，更是一种品味，一种判断理论好坏的标准。一个真正强大的想法，不是因为它能解释一切，而是因为它敢于画下红线，留下一个清晰的靶子，勇敢地说：“来挑战我。”那么，在你自己的工作或生活领域里，那个等待被发现的、能够划清界限、淘汰无数错误方向的1.7秒，又会是什么呢？